在北京南城的凉水河边上，有一座鲜为人知的辽金城垣博物馆。尽管是个比较冷门的博物馆，藏品的历史却非常久远。博物馆在前几个月刚刚重新装修了一次，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。不多说了，进去看看。刚一进门，就遇到工作人员在给游客说北京历史。整个图形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北京的示意图。辽金两代的北京是左下角的部分，相当于是北京城的起源。而这个博物馆就在这2个小方块的最下边。再往里边的一个展厅里，我们可以通过还原的影像来了解北京城最初的历史。晋中都里面的四方形皇城周长约 4.2 公里，里边还有宫城。整个晋中都的周长大约有 25.2 公里，有13个城门。中都路的人口达到 47.8 万户，城市的经济繁荣，宫殿建筑相当精美。此外还有可以互动的电子屏幕，我们可以详细了解辽和金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，其中包括1000年前先祖们文明的演化。博物馆的藏品以辽金时代的器物居多，亮闪闪的金杯，刻着精美图案的银饰片，各种瓶瓶罐罐，还有建筑上遗落的各种零件，彩釉泥塑，造型奇特的兽首。但真正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藏品，莫过于这个绿釉贴塑机关壶。看了博物馆给的介绍，怪不得这个壶的外形看着那么眼熟，它就是契丹民族水囊的设计。上面的机关是提手，瓶身上还有仿皮囊缝合的针脚纹，还有皮条，做的真细致。不过这种设计在辽代之后就消失了。同一个展厅的其他几个壶，整体外形和机关壶很接近，这个带盖并且有金属质感，这几个釉面的就没太多雕饰，而这几个更像是进入农耕时代后的设计。辽金时代的家具就已经和近代的比较接近了。古代人枕着这种玉石枕头睡觉，真的不难受吗？馆藏的拓片，据说是从遗迹展厅的展品上拓下来的。我们一会儿去那边看看。看完了1层的展品，我们回到大厅去看地下的水棺遗址。到楼下一眼就能看到右手边的遗迹，这儿倒是有点水棺的样子。远处柱子那儿的灯光应该有点来头，可是翻遍了说明也没说那是什么，只能远远的看到牌子上写着关键柱。我们还以为这柱子是承载水棺的顶梁柱，最后终于在网上查到，原来是在考古时故意留这么一段不挖走，作为观察地质沉积的关键信息。在一旁的陈列柜可以看到水棺里出土的各种物件，这根长长的地钉保存的比下面那些完整多了。地下展厅的展品里，有些和战争多少有点关系，比如这些工程器具模型，还有右边的炮弹。我们从博物馆的侧门出来，这边有一个遗迹展厅，在它的北侧吧，我们进去看一眼。遗迹展厅的藏品全都是各种石头，比如这块1167年的吕征墓表石碑，文武十将生，武将只剩了一半，文官看着有点像郭德纲。旁边这个萌萌的真的是老虎吗？金陵神道中的浮雕龙虎纹石栏板。博物馆的藏品种类和数量都不算太多，我们也就在里边逛了1个多小时，对1000年前在北京这块地方生活的人们多了些了解。如果你喜欢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视频。回见了您嘞。